大家好，我是欢欢，欢迎收看我频道。如同先前预告的，今年我要在欢欢会这个频道开启一个谈话系列。这个系列呢，就叫爱情假议题。一部分会透过在 IG 上面跟大家的互动，收集大家的意见，也分享我自己的想法。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互动，给大家不一样的视角，也更深入聊聊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情况。想要参与讨论的，大家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哦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他不适合我这件事。这句话经常在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常常听到，但有趣的是，通常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彼此非常契合。当然，适不适合这件事不能短期断定，甚至稳定交往当中都还有可能有变动。毕竟人的想法会变，所处的环境也会变。那这么说来，这题是在问开玩笑的吗？不。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在 IG 上的回应。第一题我问了大家，在爱情里面你们会找你适合的人还是适合你的人？关于为什么设计这两个选项的差别，我们留在后面一起分享。第二题，对你而言什么是适合的条件？这一题其实是这一系列 Q&A 的核心问题。不瞒大家说，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。我可以说得出来我喜欢什么样的外形，但通常我的菜我都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，或者我可以列出一些期待，譬如说我希望对方会乐器，我希望对方可以接受我很宅，我希望对方不要长得太丑之类的。但这种事你们也知道了嘛，愿望终究只是愿望。一直到前阵子，我有一个朋友非常认真的问我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适合什么样的人？我才突然发现 I have no idea。我想，或许是一个可以陪伴我的人。当时我的想法跟很多人的回应一样，觉得有没有感觉比较重要。感觉确实很重要，但感觉有时候也很务实。那次开始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去探索，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探索之旅。不是打开交友 APP 开始找朋友，我反而开始了一段认识自己的深度之旅。OK， 这段过程其实很惨烈，所以跳过。第二题，大家的答案大致上有：三观要相同，个性合，聊得来，能被包容体贴，能被欣赏肯定，互相陪伴，理性沟通，一起进步，可以自在的生活，等等等。重点来了，下一题：如果爱上一个你知道不适合的人怎么办？当然，由此可知，就算知道不适合，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交往看看。这全是傻了吗？不是，天生一对的戏码不是天天能够上演的。无论是一开始就不适合，还是交往后发现不适合，很多事情可以尝试磨合。所以重点又来了，下一题，在一段关系中，你通常比较花时间去认识对方，还是认识你自己？哇啦，这个比例，好啦，我猜如果有个选项是以上皆是，大家应该会选以上皆是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很多时候我们关注在对方身上，认识对方的好与坏，了解对方的需要。基于对他的爱，我们总是有很多的动力可以去付出，这样很棒。但请大家也别忘了自己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或许你觉得自己没有改变，但在对方眼里，搞不好对他而言，你已经变了。而且当伴侣对彼此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时候，遇到争吵时，很容易变成揶揄对方的利器。平常你因为了解而包容的缺点，在这个时候很容易成为攻击对方的弱点。回到前面，你适合和适合你的这个话题，我们经常去想是不是对方不适合自己，尤其在经过几次争吵之后，但我们很少去想是不是自己不适合对方。我们就像一块拼图一样，要找到颜色一样、形状也一样的另外一块拼图。颜色就像是我们的领域、兴趣、生活圈，形状就像是我们的步调、方向、价值观。光知道有哪些颜色和形状是没有意义的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是哪一块拼图，你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找可以接上你的另外一块拼图。最后提问了大家在爱情里面想要的是什么，有非常多人回答归属感、安全感、被爱的感觉、被需要的感觉，但也有非常多的人回应说不知道。希望这一集影片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想法，也可以当做朋友跟情人间聊天的话题。最后叮咛，感受这件事因着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都可以有自己非常主观的想法，绝对没有好坏跟对错。至于我对于这些问题自己的答案，我会分享在 IG 的贴文里面，大家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哦。
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系列主题大家喜欢吗？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我们就要下回见了，拜拜。